般来说，我们是人体是相通的哈，我们就是要从颈椎开始做起。像肩膀的问题的话，我们先通颈椎。颈椎的话，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像我们一般人颈椎有毛病了，那个颈椎旁边的肌肉会非常的僵硬哈。像我按摩这么多人的话，真正碰到说很松软的脖子的人呐、真的很少。我前天有一个客人，老外的那个年轻人，哎，他还不错，他的脖子非常柔软，那是我碰到的第二个，之前还有一个，我做这么多客人，就是有2个人的那个脖子是非常好的，大部分人的脖子都是很僵硬，然后摸上去都有疙瘩的那个，特别是像这个耳后根这里哦，大家自己摸一下这个耳后这里有个凹陷处，这个地方，那里有些人是有那个球一样的硬块哈，那也是气血不通堵住了，然后导致它一般来说是这个斜方肌哦，人体最重要的那个这一块哈，这一块肌肉斜方肌，然后从脖子枕骨这里一直接，然后到肩膀嘛，然后到这个背部这里，那一块肌肉最容易紧了。一般人来说的话是这块肌肉，那所以我们在解这个肩膀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从枕骨这里开始解起，就是大家如果学过中医的话，大概知道就是那个风池啊、风府这枕骨下面枕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里开始解起，然后呢就沿着颈椎两边。颈椎旁边的话，那个筋把它松了以后，我们再解肩膀。肩膀的以前我们按肩膀，我们只按这个侧面后面这里。光按后面呢，如果你的问题在后面，那就很好解决，那基本上按松了就可以。但是大部分人的问题并不一定在背面。那我们看现在人的坐姿哈，现在大部分人都坐在电脑面前，都是这样做，越做就越缩，然后这个颈啊，这个肩膀这地方就会这样，这个地方就容易绷紧，然后粘连。所以大部分肩膀痛的人哦，这个地方会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所以我们前面也要解，你光是解后面这个筋松了，可是前面还是拉扯住，过不去。所以我们前面的筋也很重要。那一般来说，肩膀有问题的人，这个手骨下面这里哈，大家摸一下这个手骨下面这个，下面这块筋，它基本上都会有粘连。然后呢，肩膀这个地方，肩关节跟手骨接触这个地方哈，在这里基本上它也很紧，就是我们一般都这样嘛哈，到越来越老，大家就这样了哈。那所以它整个的绷紧。那我们最好就是为什么要说昂首挺胸哈？其实是最好要多做一个运动了哈，就是把它心胸打开来。平时我们多做一些伸展，不要让自己老是这样就缩掉了，然后非常紧，你这里就会痛。所以我们肩膀痛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一个是解后枕骨的位置哈，然后脖子把它松掉，然后呢这个肩颈这里也非常重要，大家摸一下这上面这里哈，这个是这里骨头嘛哈，骨头旁边这个地方啊，我们叫这个地方肩颈的两边，肩颈的地方。其实肩膀不好的人哦，那里都有那个像球一样的，像那个巧克力球那种硬的那个像骨化了，已经骨头化了。有一些呢稍微好一点呢，也有一颗球在那里，但是它是软的。那如果你已经摸到感觉是硬的话，那个就是很严重的，就是已经阻塞到非常严重了，气血流通。我们说人的那个血肉之躯哈，本来应该是柔软的嘛。这个肩颈地方啊，我们本来应该是柔软的地方，这个是正常的是肌肉嘛哈，那个，可是很多人自己按一下就会发现有一个球一样的东西，然后有些人甚至可以摸到像骨头一样硬邦邦的硬块，那个就是已经阻塞的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肩颈上面这个硬块，我们要把它解开。那解的方式，我们就是用直接按压，在西方的话，我们用那个 trigger point， 就是直接用力，你要不用大拇指或者用一些工具哈，我们就直接按压在那个硬块上面。大概我们一般是按压20-30秒，然后压下去，
最后把它放掉，放掉以后，它那个气血调动过来，然后你再压，就是按到像这种一般压下去，压到你感觉一开始是非常疼痛，大概到20秒左右的话，你那个疼痛的感觉就没有，就是麻掉了嘛哈，感觉这样硬掐下去，然后把它放掉。放掉以后，你可以再做一次的话，会让它更深、更深、更进一步，就是用这种方式，这种强力按压的方式，把它气血调动过来，让它那个循环好一点。而且按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说马上就把这个硬块按掉，因为也不可能，这个是个长期的工作哈。但是实际上，你按那个地方，它把气血调动过来，它还是可以，让那个气血流通啊，非常顺畅。那我有个客人，他就是那个麻木嘛，那个阿姨78岁了，她就是之前整个手臂麻木。那后来我也是发现她肩颈那里有硬块嘛，两边都有。当时我也是帮她按，就是按很痛了，她自己，但是她很能忍哦。我们直接按压在那个硬块上面，因为它那个硬块很硬，就像骨头一样。我只是帮她按压。可是后来下一周她再过来的时候，她就说她的手麻已经没有了。其实我摸她那个硬块还是在了但是我们已经就是她气血还是能通过了哈。我们为什么说引起麻木，是因为你那个气血流通不畅啊，被阻塞在这里了以后，就引起你整个手臂麻木。那你在按推的时候呢，用这种强刺激的方式哈，让它的整个气血流通好一点，它能穿得过那个地方阻塞，然后通过去，那它的麻木就可以减轻。那有一些人的那个就是比较硬，比较严重的话，它按压了也是没有效，所以我们还要再找其他的地方，看看是让它尽量的通过。现在其实我们讲到所有的按摩都是让它的经络啊，或者它的肌肉肌腱啊那些地方，让它松开来，就是松筋疗法。我们在讲到说那个按摩哈，就是让它绷紧的地方松开，然后让它的气血流通过去。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是肩颈一个问题哦，还有一个就是肩关节。肩关节这个部位那很多人的手是抬不起来，抬不起来的情况下，其实这个粘连也非常的严重，就是在肩关节跟前面胸大肌，我们自己摸一下就知道这个手臂，你拉手的时候，你看这块肌肉前面这一块，从我们从胸口到这里的这块胸大肌是联动的。很多人肩膀有问题的时候，是因为这块胸大肌这里跟锁骨还有肩关节的部位这里已经粘连，然后绷得太紧了，所以它起不来，手臂起不来。那当然我们说肩膀起不来，还有分两个一个是分前面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面这块肌肉它也是拉扯到这里，拉扯住的时候它上不去了。那所以我们在解肩膀痛的时候，我们分前面和后面两个方面就我们要先找出你的问题到底是前面的肌肉比较拉得紧，还是因为后面的肌肉你动不了那会分两种情况。那如果是前面的，那我们就解前面这一块；那如果是后面这一块肌肉拉得太紧了，我们解后面的，所以把它分开来。那所以在做肩膀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只做后背这一块我们现在有加上去，就是做前面这个肩关节部位，还有这个锁骨这个部位，把它加上去，那个效果会好很多。因为很多人的肩膀痛，它是分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些是因为前面的问题，绷紧，有些是因为后面的肌肉绷紧了那我们分开来，看是什么的方面。那如果大家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呢？那你就前面后面都做一下也没关系了，反正也没有多少，就是把它翻过来嘛，把它前面也做一下。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像我们前面的话会比较敏感那一般来说，女生如果我们是男志工帮女士做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按这个肌肉的时候，会碰触到乳房的地方这样会造成一些误会或者什么。
那尽量我们就女士帮女士做哈。那如果是你太太呢，你没关系，男士你就帮太太做的可以。但是尽量我们是建议大家互相练习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前面的部位的话，尽量避免男女。这样，那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学到按摩的方式的话，我们自己按。像这个前面这个肩关节，大家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大家都会摸得到吧？应该都还好吧？你看沿着这个关节，大家摸一下，这个是骨头，骨头外面这里是肉了。但是肉边的话，你自己用那个手指，我一般我是用2只或者2、3只，你这样揉一下，这里就是有筋了，这里都可以按啊，就是沿着它整个关节部位这里，然后一直到这前面，到前面这里的话也是会很硬。你看我们这个拉扯到这里嘛哈，这关节部位你可以这样，这个位置也可以按，然后下来这一块筋。这块肌肉下面这块肌肉就是那个这个是胸大肌接肩关节的这个位置，像这种也可以按啊。然后锁骨底下这里哈，锁骨我们这条很横跨过来叫锁骨，锁骨下面这里啊，大部分人都会粘连哦。我们锁骨下面这里也可以按，这些位置都是前面的位置，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自己按哦。按得到的话，还有呢就是做一些运动啊，那。做一些伸展啊，像我们平时没有什么事的话，像你们手臂有毛病的，做一些爬墙的那个动作啊，或者是那些伸展的动作哈，就是做一些像瑜伽也好多那种动作嘛。像你们散步的时候啊，也可以做一些伸展的运动，把它拉伸出来。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这样，因为会越来越驼背哈。那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是多做一些伸展，让那个肩膀。把它拉伸出来，这样会气血流通啊，各方面都会好很多哦。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个肩膀的问题，然后还有手臂麻。手臂麻的话，它是因为肩膀的那个神经，就是这里有个那个 median nerve 啊，它会被压迫了以后，所以引起整个手臂麻。那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刚才我们讲从枕骨开始做起，从斜方肌那里一起做到脖子，然后肩膀的话是前面后面做完了可以一直做下来。那手臂像这个做下来的话，我们上次有教过哈，上节课我们就教说按这个心包经，啊，这一路按下来。然后其实上面这条的话是肺经，我们也可以用拍打或者是按压的方式，其实都可以。你们自己平时没有事捏呀，敲敲打打都有用。像我们这样哈，你看这个手臂经常麻的人呐，你自己把它这样掐一掐，我们自己都会感觉很舒服。像那个很多那个 carpal tunnel 的人哈，这个手臂啊，我们这个手腕这些地方，你揉一揉，然后这个手肘的，一般来说我们弯曲的部位是比较容易堵塞的哈，像这些地方啊，都揉一揉，打一打，敲一敲，都非常好。你不用去记它，说你一定要按到哪个位置哈。那像我们一般做按摩，专业按摩的话，我们就是1个小时做下去，全身部位我们所有的肌肉啊什么那些，全部都给你做一轮，从头，然后手臂啊，然后整个背部啊，什么脚啊，全部给你做一轮。它也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做哪里哈。那我们自己做的话，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你就是针对你，像你手麻、手痛，那你就可以自己掐啦，自己按啦。按摩没有什么说很多的技巧，只是敲敲打打都有用。像这种的哈，你自己敲，自己把它这样敲，当然也不需要说把它打得很狠的打到出痧。如果你可以接受，那也很好，拍打的方式哈。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稳打，那个是武打，就是打到你狠狠的出痧，出到那个大部分人，像我自己我也不能接受，我怕痛哈。那像我喜欢就是这样打到你自己感觉到热了啊。所以我们做的任何的那个按摩或者是拍打也是，就是打到自己感觉打到热了以后，它气血流通就会增加嘛，然后让它流通顺畅的话，那个疼痛就会缓解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按摩的时候按到肌腱上面或那个筋的部位，就是在跟骨头肌肉接入骨头的那个部位，它
它的那个肌肉会变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变成筋，比较有弹性、比较圆滚的那个部位。你按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感觉是不同的，就是会很舒服，很酸酸酥酥，然后又有点痛那种感觉啊，那跟我们直接按在那个肌肉上的感觉是完全两样的哈。那然后还有手麻，有一些人手麻怎么办？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从这上面一路解下来嘛哈。那刚才这个腕带这个地方也可以解，解完了以后我们是解这个隐状肌。隐状肌的话，我们用手，一般我是用大拇指侧面哈，我们这样，就是在这个骨缝之间哈，骨缝之间，然后一直按到这个接口这里，然后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它拉伸啊，这样，就是帮它气血循环到末端。一般来说，我们循环不好的人哈，那个血气都不能到末端，然后手脚都是冰凉的。大部分人的手脚都冰凉，而且麻木的话也是从这里开始先麻起来嘛，因为它下不来，我们就帮助一下，就是一路帮它疏通，啊，到了下面弄完了以后就帮它拉一下，这个也很好。还有前面这个手掌这里也很重要哈。我们讲说那个手指冰凉的人啊，也是劳宫穴也可以。大家知道劳宫穴哈，我们上次教了，这样弯过来，然后中指对过这个地方。这个劳宫穴我们也没事也常揉，整个手指、整个手掌部位啊，其实我们都可以揉，就是增加它的那个循环嘛，然后让你的那个手掌会热起来，然后麻木啊可以减轻哈。整个手指也是可以揉。当然，你如果放一些那个 lotion 啊，或者是那些 oil 啊，那些就比较没有这么干燥啊，搓起来好像有些那个。如果放点油的话是，比较顺畅。像我们按摩，我们一般都会用油或者是用 lotion 来做哈。